真正的修行不是躲开人生，而是在最深的浪里站得住，也拉得了人。那时，善财童子正向着楼阁城前行，一路上观察着道路的各种样貌，有的高，有的低，有的平坦，有的险峻，有的捷径，有的污秽，有的弯曲，有的笔直。他一边走一边思考着，我应当亲近那些善知识，因为善知识是成就菩萨道、波罗蜜、摄受众生、进入法界无障碍境界的根本原因。善知识能引导众生除去邪见，远离傲慢，消灭烦恼，并拔除一切痛苦的毒刺，最终抵达智慧之城。在善知识那里，能获得一切善法，依仗他们的力量，能得到全知者的智慧道。善知识真的是难见难遇呀。当他抵达楼阁城时，看见船师婆施罗就在城门外的海岸边，被成千上万的商人和无数大众围绕着。船师正为大众解说大洋的法理，并以种种权宜的方法开示佛功德的广大如海。善财见到后，上前顶礼，恭敬地环绕无数圈。合掌对船师说：圣者，我已发菩提心，但还不知道菩萨该如何学习菩萨行，修习菩萨道。听闻圣者善于教导，请为我说明。船师回答说：太好了，善男子，你已经发了菩提心，现在又能询问如何产生大智慧，断除生死苦难，前往智慧宝洲，成就大成，以及远离二乘畏惧，通达清净菩萨道的因缘。这些智慧能庄严一切，观察法界，让你快速进入智慧的大海。船师接着解释他的修行方法：我在这座城的海岸路上修行一种名为大悲壮行的菩萨法门。我观察到世间内的众生非常贫穷，为了利益他们，我修行种种苦行，满足他们的愿望。我先以世间的物质让他们感到满足，接着再施以精神上的真理，让他们心生欢喜，进而引导他们修福，增长智慧与善根，发起菩提心，最终进入全知全觉的智慧大海。船师分享了他身为专业航海家的知识：我通晓大海中所有的宝岛、宝藏所在地及各类珍宝，我知道如何鉴定、钻研、采掘及制作各种宝物。我也非常清楚龙宫、夜叉宫、不多宫的位置，并懂得如何避开这些险境，以突除灾难。此外，我也精通海水漩涡的深浅、波涛的远近、水色的变化。我熟悉日月星辰运行的规律，能精确掌握昼夜时间的长短。我还了解船只的结构坚固或脆弱，机械运作的顺滑或阻滞，以及潮汐大小和风向的逆顺。对于这一切安危指照，我都了如指掌。该前进就前进，该停止就停止。我凭借着这样的智慧，常年利益一切众生。船师提到，他用性能优良的船只载送商人们安全航行，并为他们演说佛法，带领他们抵达宝岛，获得财富，最后再平安带回。凡是见到他、听闻他言法的人，都能不再畏惧生死的苦海，并能消灭贪欲，以智慧之光照亮世界，净化众生的心灵与国土。最后，船师谦虚地说：善男子，我只懂得这大悲壮行，凡是见到我、听我说话、与我同住或思念我的人，都不会空过。但像那些伟大的菩萨，他们能自在游历于生死大海，却不染烦恼，能以四摄法摄受众生，安住在一切智中，以神通力调伏众生。这种高深的功德，我如何能完全知晓或宣说呢？于是船师建议善财童子，在这南方有一座名为可乐的城，城中有一位长者
名为无上圣。你可以去请教他菩萨该如何修行的道理。善财童子听完后，再次虔诚顶礼，依依不舍地流泪告别。他追求善知识的心永不满足，随即启程前往下一个参访地点。通过这个故事，我们学到了先以欲勾牵，后令入佛智的智慧。传师婆施罗用专业与慈悲，在满足众生世间需求的同时，引导大家走向出世间的觉悟。